你今天早上硬生生憋回去的那坨大便，大概率正在让你慢性自杀。别急着划走，你每天早上在拥挤的捷运板南线上，死死憋着大便，憋到面如死灰，浑身冒着冷汗，甚至还在给那些号称能排毒的昂贵乳酸菌疯狂砸钱，这种自欺欺人的行径，简直愚蠢到了极点。我见过太多光鲜亮丽的上班族，每天早上在拥挤的车厢里，肚子已经胀得像怀孕5个月，肠道里翻江倒海，却为了不迟到，为了那点微薄的全勤奖，死死加紧括约肌，脸色发青，连呼吸都不敢用力。好不容易熬到公司，打完卡冲进厕所，却只挤出可怜巴巴的2-3粒羊粪球，居然还忍不住在社交软件上发个动态自我调侃。这种极其荒谬的日常，难道不是在拿你自己的寿命开玩笑吗？很多人一坐进我的诊室，就哭丧着脸跟我抱怨，说肚子胀得快要爆炸，已经整整4天没有排便了，吃什么都想吐，浑身无力，连脑子都像被浆糊塞满了一样。更让我觉得可笑的是，当你试图警告他们事情的严重性时，他们还会拿出网络上那些狗屁不通的所谓科普文章，理直气壮地指着手机屏幕反驳，说专家明明说了，3天拉1次或者1天拉3次都属于正常的排便频率。每次听到这种毫无逻辑的辩解，我真的连翻白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心里只剩下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你以为你的肠道是毫无知觉的无底洞吗？只要你排便的形态不对，气味不对，时间不对，哪怕你1天拉5次，也完全是在慢性自杀。难怪现在各大医院的健保赤字年年攀升，大肠癌的年轻化趋势永远高居榜首。今天我就要彻彻底底的撕开这个健康谎言，无论你坚信什么频率，只要你拉出来的内容物不对，你就是在亲手摧毁自己的免疫防线，把你宝贵的身体变成一个极其腐臭的化粪池。你每天吞下去的食物，在这个化粪池里不断的发酵，不断的腐败，产生大量的毒气。这些毒气无处可去，只能顺着你的肠壁重新进入你的血液循环。你的肝脏为了解毒，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累到几乎要罢工。你的皮肤开始疯狂长痘，你的口气变得像下水道一样恶臭，你的情绪变得极度暴躁。这些都是你的身体在绝望地向你求救。可是你呢？你不仅不反思自己的生活作息，反而跑去买更多的垃圾食品，用更多的化学添加剂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你这不是在生活，你这是在进行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自我毁灭。你把大便当成不需要在意的废弃物，却不知道它才是你生命质量的终极审判者。为了掩盖这个化粪池的恶臭，现代人发明了无数种自欺欺人的花式作死大法。你每天熬夜刷手机，一直刷到凌晨2点，早上起来脸色暗沉，满嘴口臭，然后转头就去便利店或者昂贵的进口超市，花大价钱买那些包装精美，号称含有几百亿活性益生菌的昂贵饮料，扬起脖子一口气灌下去，心里顿时充满了某种虚幻的健康满足感。你在帮那些无良商家傻傻数钞票的时候，有没有用你生锈的大脑稍微思考一下？你现在的肠道环境早就因为长期的熬夜、高压和垃圾饮食，变成了一个堆满毒素、重金属和腐败废弃物的重度污染垃圾场。你在这个酸暗、缺氧、充满有害菌的垃圾场里强行撒下几颗号称能在肠道定植的昂贵益生菌种子，你真的指望它们能在这个毒气室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些脆弱的益生菌一进入你的胃部，首先就被强酸性的胃酸杀死了一大半，侥幸逃进肠道的残兵败将，连3秒钟都活不下来，瞬间就会被你体内庞大的坏菌军团以及极度恶劣的毒素给绞杀殆尽，最后直接变成了坏菌繁衍壮大的高级养料。你以为你在花钱养生，实际上你是在花重金给体内的癌细胞和致病菌加餐。那些甜腻的乳酸菌饮料里加了多少白砂糖，加了多少果葡糖浆？你仔细看过成分表吗？你喝下去的根本不是健康，是一颗颗催肥的糖衣炮弹。更让人无语的是，许多所谓教科书和主流媒体上宣扬的平庸观点，什么多吃粗纤维就能通便，什么只要多喝水就能解决问题，全都是脱离了人体系统性环境的瞎扯淡。
你以为排便只是物理上的推送吗？如果你的肠道蠕动神经已经因为长期的压力和错误作息彻底瘫痪，你吃再多的高纤维沙拉，吃再多的水煮青菜，也只是在原本就严重堵塞的下水道里继续狂塞水泥而已。这种本末倒置的智商税，不仅榨干了你的钱包，更是在一步步拖垮你最后一丝自愈的能力。你想想看，一根已经失去弹性的橡胶管，你往里面硬塞一堆粗糙的干草，它能顺畅地排出来吗？只会把管壁刮得鲜血淋漓，引发更严重的肠道发炎。你身体里的好菌不是靠外面吃进去的，而是靠你提供一个干净的环境，让它们自己长出来的。你不去清理垃圾，反而天天往垃圾堆里喷香水，这种极其荒谬的举动，难道还不足以让你彻底清醒过来吗？你每天交出去的那些智商税，养肥了无数个保健品公司的老板，却唯独没有给你的身体带来哪怕一丁点的真正好处。让我给你讲一个就发生在我诊室里的活生生的职场鬼故事。去年有个刚满30岁的科技大厂高级工程师，履历光鲜亮丽，年薪几百万，平时就在最繁华的核心商业区上班。因为身上背着沉重的房贷，还有公司极其苛刻的期权对赌协议，他每天都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的疯狂加班，咖啡当水喝，外卖当饭吃，压力大到头发一把把的往下掉。有一天他实在扛不住了，脸色蜡黄，脚不虚浮地跑来找我，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已经整整10天没有排大便了。10天啊，你知道10天不排便意味着什么吗？他居然还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一脸无所谓地说，反正平时工作那么忙，饭也吃得有一顿没一顿，大肠里应该没有多少东西，10天不拉，可能只是因为肠胃吸收太好了。我当时看着他，看着那张被毒素彻底浸透的灰暗脸庞，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立刻强制给他开了一张大肠镜检查单。结果出来的时候，整个消化科的医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肠胃蠕动缓慢，他的大肠壁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各种形态诡异的息肉，就像发霉的墙壁上长出的毒蘑菇。而在降结肠的位置，一颗巨大的已经开始严重溃烂的恶性肿瘤死死地堵住了整个肠道。年仅30岁，大肠癌2期已经逼近3期了。当他看到那份活检报告的瞬间，整个人直接瘫软在椅子上，双手剧烈发抖，连哭都哭不出来。前一秒还在规划未来的职业蓝图，下一秒就被直接判了死刑。你是不是觉得这种惨剧离你很遥远？你以为便秘顶多就是让你肚子胀一点，脸上多爆几颗青春痘，或者让你的小腹看起来突出一点那么简单吗？大错特错，大便根本就是你身体健康最诚实也最致命的警报器。它比你手腕上戴着的任何昂贵智能手表，比你手机里下载的任何健康监测软件都要精准1万倍。只是你每天对它视而不见，把它当成最污秽的东西匆匆冲走，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连看一眼的常识都没有，硬生生地把一个小小的身体警报拖成了摧毁你整个人生的绝症通知书。你为了工作拼命，把身体当成无底线的提款机，却不知道大自然是最公平的记账员。你今天欠下的每一笔健康债务，最终都会连本带利的用最残酷的方式向你讨还。那个工程师后来做了切除手术，挂着人工造口袋，每天在痛苦中挣扎。他用自己血淋淋的教训为你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你还要继续无视他吗？很多人觉得看自己的大便很恶心，跑来问我到底要怎么判断？难道要拿个放大镜去马桶里仔细研究吗？拜托，现代人吃个路边摊都要全方位拍照打卡，发一堆社交软件，为什么关乎你身家性命的排泄物，你却连花3秒钟回头看一眼都不肯呢？你只需要记住3个最简单、最直观的自测指标：颜色、形状、味道。这3个极度粗暴的标准，就能瞬间揭穿你的体内微生态到底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座濒临爆炸的毒气站。首先看颜色，极度健康的大便应该呈现出像成熟香蕉那样饱满润泽的金黄色。但是我现在敢打赌，正在看这个文案的你们，10个人里绝对有9个人拉出来的东西是深褐色、暗绿色，甚至是像沥青一样发亮的黑色的。当你看到自己的排泄物颜色深到像黑巧克力的时候，
请你立刻在脑海里拉响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报。这绝对不是那些美容院技师嘴里忽悠你的所谓体内深层排毒，这代表你的大便在肠道里被极度过度氧化了。你想想看，在炎炎夏日37度的高温下，你把一盒装满大鱼大肉的便当扔在没有空调的垃圾桶里，整整闷上1个礼拜，它会变成什么极其恐怖的模样？它会发黑、发臭，长满黏糊糊的霉菌，渗出极其恶心的氯水。你的肠道内部温度正好就是37度，甚至比室外还要闷热潮湿。你把那些食物残渣塞在肚子里1个礼拜不排出来，那跟在你娇嫩的五脏六腑里强行塞进一包腐烂发臭的医疗废弃物有什么两样？这些发黑的大便携带着浓度极高的自由基，它们会像一群疯狗一样，日夜不停地疯狂撕咬，无差别攻击你的大肠壁细胞，这就是大肠息肉，乃至大肠癌最完美的温床。再来说味道，正常且极度健康的人，排便和放屁是真的绝对不会臭的。你每天在公司洗手间里留下的那种让后面同事熏到翻白眼，甚至想吐的恶臭，是因为你肠道里的腐败菌正在疯狂分解那些你根本消化不掉的劣质蛋白质，产生了大量剧毒的硫化氢。这就好比你在自己的肚子里私自建立了一个酿造劣质假酒的地下黑作坊，不停地产生剧毒废气，这些毒气排不出去，就会穿透你的肠壁，重新被吸收入血，顺着血液循环流向你的大脑、皮肤和全身各个器官。你每天头晕脑胀，肩颈僵硬，皮肤暗沉长斑，根本原因就是你每天都在用自己大肠里提炼出来的毒素给自己泡澡。至于那些拉出来像羊粪球一样干硬颗粒的人，那是你的肠道已经彻底瘫痪，变成了一台无情的榨汁机，把你大便里的水分榨干到了极致，最后变成坚硬的石头堵在肛门。你每次用力排便都是在硬生生的撕裂你肛门周围脆弱的静脉丛，最终导致静脉曲张破裂。你花大价钱去割了100次痔疮，只要肠道环境不改，半年后绝对原样复发。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纯粹是在给医院缴智商税。你要是从源头上解决不了问题，你的肛门就会变成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看大便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什么现代人无聊透顶的恶趣味。如果你稍微有点文化底蕴，去翻翻历史古籍，就会知道我们古代的顶尖御医早就把这当成了最神圣、最硬核的科学检测手段。中国古代24孝里有个肠粪又腥的故事，孝子为了判断父亲的病情，亲自去尝父亲的大便。还有那个更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当年吴王夫差病重，满朝文武无人敢近身，只有勾践为了展示绝对的臣服，居然毫不犹豫地跑去品尝夫差刚拉出来的新鲜大便。当时的顶级御医就断言，只要通过大便的味道，就能精准反推病人体内的五脏运作状况。勾践尝完之后说，大便带点酸苦，证明大王体内的气机已经开始运转，很快就会痊愈。夫差因此大受感动，彻底放下了防备的戒心。你不要觉得这很恶心或者很迷信，古人在没有任何精密科学仪器的时代，就已经洞悉了排泄物里隐藏着巨大的关乎生死存亡的身体机能密码。到了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像古人那么硬核去亲自尝大便，因为现代前沿科学和大数据已经给了我们彻底的降维打击。现在的肠道微生态基因测序技术已经毫无争议地证实，你肠道菌群的基因型不仅能直接反映出你的心血管堵塞程度、免疫系统崩溃边缘，甚至连你未来10年内罹患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都能通过检测粪便里的微观菌落来极其精准的预测。我们在临床上早就把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用最顶尖的现代物理学和工程学方法进行了彻底的科学化重构。中医讲的望诊，在现代物理里就是精密的光波分析；闻诊本质上就是极其复杂的声音频谱波动分析；而最让人觉得玄乎的把脉，其实就是流体力学中的血压波频谱分析。我们利用200多年前法国天才数学家傅立叶发明的傅立叶转换分析，把你手腕上那细微的脉搏跳动拆解成无数个不同频率的谐波，精准追踪你的心脏打出血液后在全身微血管里产生的任何异常反射波。
这种结合了老祖宗3000年绝顶智慧与现代硬核大数据的超级武器，不仅能预测初期肾衰竭，甚至能在安宁病房里通过第一谐波乱度超过10%的绝对指标，精准预测出濒死病人的最终大限。我曾经接手过一个肾功能指数只剩下30的重症患者，西医已经让他准备洗肾了。我们通过这种降维打击的脉诊系统，精准调理他的经脉，硬生生地把他在悬崖边上拉了回来。7年过去了，他到现在都不需要洗肾。在疾病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通过这些数据直接踩死你身体失控的刹车。这种洞察秋毫的降维打击，岂是那些只知道看表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能相提并论的？真正的医学从来不是等大厦降倾时再去修补，而是在地基出现第一道裂缝时就能力挽狂澜。讲到这里，我必须要说一句极其难听，甚至会得罪无数既得利益者的话：现在的广大网民真的是全世界最缺乏逻辑、最容易被资本无情收割的超级大韭菜。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里极度缺乏严密的逻辑学训练，导致大家只要看到电视上的洗脑广告，看到网红收了钱的虚假推荐，或者家族群里那些长辈疯传的耸动标题，就会像失了智一样去盲目跟风。就拿这几年全网爆火的一个健康伪概念来说，无数所谓的减脂博主和营养师天天在那里疯狂鼓吹，说吃白米饭会导致血糖飙升，会引发严重的糖尿病，呼吁大家彻底戒断碳水，千万不要吃白米饭。我每次看到这种反制的言论，真的觉得荒谬到了可以去直接申请搞笑诺贝尔奖的程度。我们用最简单的小学数学逻辑来推演一下，30年前我们的父辈祖辈每天干着重体力活，白米饭的消耗量至少是现在的2倍甚至3倍以上。如果吃白米饭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绝对会得糖尿病，那30年前的糖尿病患者数量理应比现在多出好几倍才对啊。但极其讽刺的现实是什么？现在的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患者人数比30年前暴增了成百上千倍，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暴增的患病率，难道是因为大家白米饭吃太多了吗？稍微动动脑子想想就知道，明明是因为你们现在每天都在疯狂往嘴里塞那些过度精加工的网红面包、劣质带可可脂蛋糕、全糖加料的手摇奶茶，以及各种包装精美的深加工精致碳水啊！这就是丧失独立思考逻辑的悲惨下场。你们把真正能养育脾胃、提供干净能量的新鲜米饭当成万恶之源的仇人，却把那些经过无数次化学加工、包着所谓低卡、零糖、健康糖衣的昂贵米果、能量棒当成救命续命的宝贝。你看看100年前的台湾首富是板桥林家，他们是老老实实卖米的，现在的首富呢是卖加工米果的，这中间成百上千倍的惊人暴利差价是从哪里来的？全都是靠铺天盖地的洗脑广告、精美绝伦的工业包装，以及利用你们的容貌焦虑和健康恐慌狠狠割出来的韭菜钱。你每天花着大价钱，用自己本就脆弱的身体去帮那些无良广告商做活体临床实验，居然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在养生界走在最前沿。这种被卖了还帮人数钞票的愚蠢行为，简直是逻辑学上的奇耻大辱。你连最基础的因果关系都分不清，怎么可能守住自己的健康防线？广告商不会在乎你的死活，他们只在乎你口袋里的钞票。他们用制造焦虑的方式摧毁你的常识，再把裹着毒药的解药高价卖给你。你只要一天不建立起逻辑思维，你就永远是资本屠宰场里最肥美的那头待宰羔羊。想要彻底摆脱这种被资本操控、被疾病无情折磨的悲惨命运，你根本不需要花1分钱去买那些骗人的保健品，你只需要重新顺应人体最基础的自然规律。3000年前的老祖宗早就在《黄帝内经》里把人体这台精密仪器最完美的操作说明书写得清清楚楚了。中医子午流注理论明确指出，每天早上的5点到7点，也就是卯时，是气血流注大肠经的最巅峰时刻，这也是你一整天当中唯一且最宝贵的排便黄金窗口期。当你晚上躺在床上熟睡时，你的免疫系统和消化道并没有休息，他们在疯狂的连夜加班，把你一天积攒下来的代谢废物、毒素、死去的细胞残骸全部打包成粪便，慢慢推送到大肠的出口。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
你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正是你全身副交感神经最放松、肠道蠕动阻力最小的最佳时机。这时候你最该做的，也是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从容地走进洗手间，把肚子里堆积了一整夜的生化垃圾痛痛快快地排泄出去。可是你们现在是怎么做的？早上闹钟响了无数遍，拖到最后一刻才像丧尸一样爬起来，急匆匆地冲进地铁，在极度紧张的赶路中，强行把已经到肛门口的便意给硬生生地憋了回去。等你到了公司，面对老板的怒吼和做不完的报表，你的交感神经瞬间全面接管身体，所有的气血都被紧急调动到大脑和肌肉，去应付高压的战斗。至于你的大肠，抱歉，它被系统直接断电停机了。那坨带着剧毒的排泄物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憋回了肠道深处，开始被大肠疯狂吸干水分，变成剧毒的石头。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执行这个极其具体，不花1分钱，明天早上就能立刻见效的终极行动指南。明早给我把闹钟定在5点半，起床后绝对不要碰手机，去接收那些让你焦虑的垃圾信息。先去厨房倒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喝下去，用来唤醒你沉睡了一夜的肠胃黏膜。然后走到窗前，迎着晨光，做10个最深长的腹式呼吸，去感受你横膈膜的起伏和肠道的强烈蠕动。给自己留出10分钟，绝对不被打扰的时间，去马桶上静静地坐着，找回你身体本该有的节奏。这就是顺应天道，这才是最高级的养生哲学。当你把顺应自然变成习惯，你的身体自然会奖励你无尽的活力。如果你连每天早晨这最基础、最顺应天道的排泄都做不好，任由身体变成一个永远堵塞、永远在发炎的恶臭垃圾场，那你吃再多名贵的补品，也只是在加速这台机器的彻底崩溃。生命是一场不断对抗无序与混乱的艰难战役，正如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里写下的那段极其深刻的话：生命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我们能不断地从外界摄取负伤。什么叫负伤？简单来说，你每一次深呼吸，每一次吃下干净纯粹的食物，每一次极其顺畅的排便，都是在把代表混乱的废弃物排出体外，把极致的秩序重新带回体内，把死亡的阴影从体内无情地赶出去。如果你连清理垃圾都做不到，你的身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加速滑向崩溃的深渊。现在，我希望所有看到这里的观众都能停下来，狠狠地问问自己，你到底有多久没有体会过那种极其顺畅、毫不费力地排空身体的轻松感了？你为了解决那满肚子的胀气和无尽的痛苦便秘，到底踩过多少极其离谱的坑？买过最贵、最智商税、最让你觉得被当成傻子骗的所谓神仙保养品又是哪一款？欢迎立刻在底下的评论区里大声说出来，把你那些血泪教训写下来，让所有人看看这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让大家知道那些无良商家有多恶毒。如果今天这番掏心掏肺、得罪无数同行的毒舌剖析，终于像一道闪电一样劈开了你思维上的任督二脉，让你彻底看清了那些伪科学的丑陋嘴脸，决定不再继续做那个傻乎乎缴智商税的冤大头，那么千万不要吝啬你手里的转发键，立刻动动手指，把这支充满硬核真相的视频狠狠地甩到你家族的群组里，甩给那些每天还在疯狂转发伪科学养生文、大把买着劣质乳酸菌饮料的长辈和朋友们，告诉他们别再被骗了，别再拿自己的命去给别人换别墅了。让我们一起用最冷酷的逻辑和最前沿的科学，彻底粉碎这些商业谎言，堂堂正正地夺回属于我们自己身体的主导权。我们下期再见。可是我必须再补充一点，因为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看完视频后点个赞，明天早上闹钟一响，依然会选择继续赖床，依然会把这套救命的方法抛到脑后。人的惰性是极其可怕的，它就像复古之躯，慢慢吞噬你的意志力。你可能会找借口说早上时间太紧张了，多睡半小时对恢复精力更重要，真是大错特错。你那种质量极差的浅度睡眠根本不是在恢复精力，只是在拖延面对现实的时间。你想想看，如果你连每天早上花10分钟去面对自己身体的勇气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在残酷的职场竞争中活下来？你怎么可能扛起家庭的重担？你的身体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医常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如果你的大肠长期处于发炎、毒素堆积的状态，你的呼吸系统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你会发现自己动不动就感冒，一到换季就鼻过敏，甚至莫名其妙的咳嗽、气喘。你去呼吸科开了一堆消炎药、抗组织胺药，结果越吃越虚弱，越吃抵抗力越差。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切中断症的根源，根源在你那条已经烂透了的大肠里。那些在肠道里滋生的毒气会顺着经络直接熏蒸你的肺部，这就叫母病及子。西医的解剖学也证实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全身70%的免疫细胞全都驻扎在肠道周围。如果肠道变成了垃圾场，这些免疫细胞就会被毒素麻痹，甚至发生变异，开始疯狂攻击你自己的正常细胞。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甚至各种千奇百怪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这一切的悲剧最初的起点，仅仅是因为你没有好好拉屎而已。你觉得这听起来很荒谬吗？医学的真相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甚至粗暴到了极点。我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不需要那些晦涩难懂的专有名词，只要你回归常识，回归规律，很多所谓的绝症根本连发芽的机会都不会有。所以别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了，你的借口骗得了我，骗得了你的老板，但绝对骗不过你的大肠，骗不过你的免疫系统。当你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的时候，你所有的借口都会变成刺向你心脏的最锋利的刀。醒醒吧，别再做那个装睡的人了，从明天早上的那杯温水开始，把你的健康，把你的尊严从资本和疾病的手里死死地抢回来，这才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最应该具备的顶级自律。